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时候你不是输给了游戏，你是输给了自己的思想。不是队友太差，不是方法太少，也不一定是游戏不公平，而是你一紧张就乱，一失败就急，一被别人超过就开始怀疑自己。所以，我最大的敌人不一定在游戏里。对，真正难打败的常常不是别人，而是那个还没有看清自己的你。今天我们学一个成语，知己知彼。你会学到它的意思，3个真实用法，以及为什么真正的高手先看清自己。我们先看这个成语，知己知彼。知是知道、明白，己是自己，彼是别人，也可以是对方。所以知己知彼就是知道自己，也知道对方。听起来不难。对，意思不难。难的是，很多人只看别人，很少看自己。所以，知己知彼的重点不只是看清对方，更是看清自己。可是我以前以为，厉害的人就是很会研究别人。比如玩游戏，要知道对方什么时候动，什么时候停。比如比赛，要知道对方强在哪里，弱在哪里。这不就是知彼吗？对，但这只是一半。你知道对方会怎么做，可是你不知道自己一紧张就乱。你知道别人很强，可是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害怕。你知道要努力，可是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放弃。所以，我以为自己是在研究问题。其实，我连自己的心都没有看明白。这就是很多人一直输的原因，不是不知道别人强，而是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乱。知己知彼，来自《孙子兵法》。《孙子兵法》是中国古代一本很有名的兵书。原话是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”。这句话有点难。简单说，就是了解对方，也了解自己，做事就不容易失败。很多人只记住了前一半，他们想知道别人怎么想，别人怎么做，别人有什么计划，可是他们忘了问自己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我容易急吗？我怕失败吗？我太在意别人吗？我是不是累了，还假装没事？如果你不知道这些，你的情绪就会替你做决定。我们讲一个现代故事。小林很喜欢玩游戏，他的技术不错，也看了很多方法。那他应该玩得很好吧？一开始是，可是有一次，他卡在一个很难的关卡前，他试了10几次，还是过不去。第一次失败，他说游戏太难；第2次失败，他说方法不对；第3次失败，他开始怪队友。这个画面很熟悉。后来，一个朋友问他，你有没有看过自己刚才是怎么输的？看自己怎么输？对，小林一开始不想看，因为看见自己的错误，真的不舒服。但他最后还是看了。他发现游戏没有他想的那么乱，队友也没有他想的那么差。真正的问题是，他一紧张手就乱了，一失败他就急着再来一次，一听到别人说话他就开始生气。所以，他不是完全不懂游戏，他是不懂自己。对，后来他没有马上继续玩，他先停下来，认真看自己的问题。他发现自己最容易在紧张的时候做错，所以他开始练习慢一点，失败以后先停一下，想怪别人的时候先问自己一句，我哪里可以做得更好？最后他终于过了那个难关，不是因为游戏变简单了，是因为他终于看清了自己。现在我们看看今天怎么用知己知彼。第一个场景，
是比赛或者游戏之前。你可以说，比赛前我们要知己知彼，意思是，不只要了解对方，也要知道自己的问题。对，比如你容易紧张，就要提前练习；你容易着急，就要学会先停一下。第二个场景是面试之前，你可以说，面试前要知己知彼。知彼就是了解公司需要什么人，知己就是知道自己会什么，不会什么。对，如果你只背答案，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适合这份工作，别人很快就能看出来。第三个场景是和别人相处。有时候你和别人不高兴，不只是因为对方说错了话，也可能是因为那句话让你想到了自己最怕的事。所以，处理关系也需要知己知彼。很好，你要了解对方的想法，也要了解自己的情绪。不然，你以为自己在解决问题，其实只是被情绪带着走。那我可以直接对朋友说，你要知己知彼吗？可以，但要看情况。如果朋友正在难过，你直接说你要知己知彼，听起来可能像是在批评他，因为对方可能会觉得你在说我不懂自己。对，所以安慰别人时，可以先说一句更温和的话，比如我知道你现在很难，我们可以一起慢慢想。还有一个提醒，知己知彼，不是让你把所有人都当成敌人，也不是让你总是不相信别人。真正的知己知彼是清醒，清醒地看别人，也清醒地看自己。接下来，我们做几个跟读练习。知己知彼，我最大的敌人不一定在外面，我也要学会看清自己。比赛前，我们要知己知彼。真正的高手先了解自己。我们连起来读一遍。我最大的敌人不一定在外面，我也要学会看清自己。今天我们学了一个成语，知己知彼，它的意思是知道自己，也知道对方。但请你记住，最难的常常不是看清别人，而是看清自己。因为别人的动作可以看见，别人的话可以听见，可是自己的害怕、着急和不安常常藏在心里。所以，真正的进步不一定是打败别人，而是你终于不再被自己的情绪控制。最后，想请你用中文回答一个问题：你最近最需要看清自己的哪一点？可能是害怕失败，可能是太在意别人，也可能是每次一紧张就开始乱。你可以在评论区写一句，我最需要知己的地方是……不用写得很完美，一句简单的中文就很好。我们下期再见。